嗨，这里是 Dmin Studio。那前一阵子这个 Will 联系我，就看我有没有兴趣来测试一把他最近新做的黄板，然后搭配琴声，搭配他做的吹嘴的半音阶口琴。那这个测试它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琴啊，它的黄板是由不锈钢做成的。那它的厚度会比一般我们的黄板更厚，它来到了2mm。那这个比较厚的黄板，理论上应该可以带来具有爆发力的音色，然后在音量上也会比一般比较薄的黄板可以有更大的张力。好，那让我体验一下跟前一阵子他寄来的这个 Black Wings 黑翼这把琴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体验各种不同的口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我也很快的就答应 Will 说 OK， 好，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好，那这把口琴目前是在小白的手上，就是从小白那里寄来给我，所以我今天就来体验一下这把琴它到底有什么样体感上不一样的地方来简短的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就从外观先来看起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漂亮外观它这个盖板是小白特别去定制的木头盖板，然后上方吹嘴是 Orita 的镀金吹嘴，那后方琴声的部分也是 Orita 做的琴声。好，那特别的就是在于它里面的2mm 的黄座板。OK， 好，那我们就简短来测试一下这把琴我收到现在，我完全没有调整过就是一直保持它原本的样子。好，那等一下的测试环境就是在一般的房间，所以隔音也不是很好。那这个使用的器材就是大家常常在我频道里看到的 Zoom H4n 的这个手持录音器。OK， 它放在我正前方，可能大概15至20公分。好，那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你吹下去的时候，可以蛮明显感受到它的气密度还不错就是不会有那种漏气的感觉就我觉得还做得还不错。在中音的地方，它会有一个嗡嗡嗡的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你把手包起来的这种效果。你手不包起来，它就会有一点类似这样的音色表现。高音也算蛮好吹的。好，按键声给大家听一下。好，现在是完全没有上，就是我没有清理过，也没有上油但我知道我收到的时候，它里面其实有一点黑黑的就是卡卡的。好，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清理过后应该会好很多。好，半音上下行。好，然后在吹的时候，我觉得它里面呢应该是用 Hohner 的簧片，Hohner 的簧片跟 Hohner 的胶片所以它在快速交替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来不及盖回去的那种感觉会有点胶片声。就在这附近。
那我觉得它在音色的表现上，我觉得还不错。这个比起之前收到这个 Black Winds， 我觉得这把琴明显好听蛮多的。就是这个我一吹下去，我就觉得，这个音色是我喜欢而且我可以接受的音色。它的这个频率分布的比较广一点。那 Black Winds 它是属于比较集中、比较窄的音色，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音色。然后它的簧片，我觉得也蛮跟嘴的，就是你在做一些嘴型的变化啦，气息的控制啊，音色的变化它是可以反映出来，而且你可以感受到，你嘴巴在改变，簧片也会跟着这个改动，去给你不一样的反应，我觉得还不错。好，那我想要试一下，就是跟我自己做的这个 Laylaps， 这个 Laylaps Masterclass MK 系列的，也是一样配置木头盖板，然后钛琴身，我想要试一下它两把琴的感觉。这一把Will做的这一把琴，它的声音听起来更沉一些。气密度来上，我觉得我自己的琴好像还是比较好，因为我有特别调整过。那我们刚刚有讲过，这把琴收到我是没有做任何调整，我就直接试吹。好，那吹个一样的东西试一下。我觉得体感上的话，我觉得这一把Aurita 这把琴，我觉得它听起来的声音还是比较它除了沉之外，它还会有点松散的声音。但我现在没有拆口琴，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一个比较松散的声音。它会有一个沙沙的声音。那我猜测它这个，因为它是用的是 Hohner 的胶片，所以它会带来这样的音色表现。好，那在气密度上，我觉得我自己的琴感觉上是比较好一点的。那气密度好的话，这个音色听起来也会比较扎实一点，比较不会有松散的感觉。好，然后我有观察到它的吹嘴用的是这个六角形的螺丝。好，那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拆，因为我没有这么细的这种六角形的螺丝起子可以拆。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把盖板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样子。好，那看一下这个簧板的厚度，比较一下，应该是有差的。OK， 好，那我们前半段就先到这边，等一下我们就到工作台上去拆解这一把口琴。那我们接下来拆一下这把口琴，给大家看一下内部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好，那小心拆，因为这个琴已经被小白买下来了。好，那它不属于我的琴，所以我小心的去处理它，然后尽量不要动到它原本的配置。给大家看一下内侧。它这个盖板是对锁的。好，我以为这个设计是单边的。好，我们看一下内部。好，盖板的部分我一直很喜欢
小白定制的这个木头盖板哦，除了纹路很漂亮之外，它里面的做工也算是很精细哦。那它里面有贴一块这个金属片啊，金属片。好，那我们小心的把它放在旁边，来看一下内侧。好，内侧它是用这个应该是 Honor 的簧片哈。然后间距的话，我觉得肉眼上看起来蛮不平均的，就是有大有小，有大有小。然后下簧板的部分也是有大有小。好，这个我等一下手动调整一下让它平均一点因为平均的这个间距它在音色的表现上还是比较标准的因为现在间距小跟间距大所产生出来的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等一下我会手动的调整它。好，我们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琴身的内部琴身的内部，Will 有做这个往上的这种斜风道，然后它是内嵌式的簧板，内嵌式的琴身然后簧板可以装进去，所以你在外侧美观来上你是看不到簧板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内嵌式的琴身会带来就是在整平的时候削平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它会比较难操作。好，然后内部的部分，好，它在吹气的这个是什么音？嗦啦西哆，在低音哆的地方的这个簧片它是做的比较底下的那这个位置它应该是要避开这个螺丝的锁孔，所以它做的比较底下。然后在这里也是一样，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第二组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这个簧片，它也是做的比较底下一点，应该也是要避开这个螺丝孔位的高音的地方也是，在这个地方高音的地方也是。好，然后其他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每一个簧片的角落都有削一个圆角那这个我就比较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了至少我自己的琴我是没有这样去处理它，它削了圆角。哇，这个簧板真的是很厚这个明显是比较厚的。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做的这个 Laylabs 用的280的簧板然后这个是Will的新簧板，哇，这个几乎是2倍厚了这个我真的不确定能不能拍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几乎是2倍厚了，来对焦一下。好，那厚的簧板理论上它的音色会比较具有爆发力当然这个有没有爆发力跟调的方法也会有关系，跟簧片的弧度也会有关系但是就是每一项它都有一点关系所以如果大家有吹过旧款的 Super 64X 它做的是双层的簧板那也是属于这种厚的所以旧款的 Super 64X 它的爆发力就会比 Super 64更具有这个力道，然后音量也会更大声一点。好，那内侧的话，其实这个胶片也是对我来说也是有点问题的就是不平整。好，那我看小白他有在这个胶片，他有把上层把它折成一个倒三角的形状，压住下层的胶片这样在盖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好，然后内层的簧片我们来看一下。好，内层的簧片对我来说，它的间距也是很不平均的，很不平均，就是有大有小，然后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再调整一下。好，那我们先来拍几张照片。我们刚刚联系了小白，那跟他说明一下这把琴我发现的状况，那征求同意，看能不能去调整这把琴的间距，最主要还是在处理这个那小白说 OK， 所以我就把它调整了一下，那至少是把它调整到平均的程度，因为一开始我们发现它
其实真的蛮不平均的，所以我把它调整为平均的程度。那这把琴它在粘贴胶片上也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点难说明，而且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一个测试的样品，所以未来如果正式发售的话，我不确定它会不会这样做，所以这个问题我就先暂时不去解决它，然后也不跟大家说明它是什么样的问题。好，那我们调整完毕，我们把这个盖板装回去，然后来体验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调整过后会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个盖板，这个盖板真是非常漂亮哈。好，来把它装回去。好，那我刚刚做的事情就是我大概调整了一下哈，但是没有非常精确的调整哈。不过至少是吹感上应该是会比较平均一些。好，那我们就试一下小声的音量。调整过后，它已经比较不会有一开始试吹那种憋憋的声音就是会有一种你气灌进去，但是簧片没办法反映出那种你想要灌进去的力道虽然它的操控性是很好的，但是你会觉得它有点塞住的这种感觉好，稍微吹大声一点，好，中等音量。我觉得中等音量的反应还不错。好，我们试一下，大声的音量。大声的这个音量，我觉得 OK， 而且它可以承受得了你瞬间灌进去的样子好，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在没有经过非常非常精密的调整状况下，我觉得就是一把堪用的口琴那音色上面我也是非常喜欢就跟我们开头提到的，我觉得它的声音比起 Black Wings 这把琴更沉，然后音色更温润一点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的音色。然后这把琴现在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它还是在它的胶片它的胶片的覆盖的怎么说稳定度真的不太好，所以你发现我刚刚在吹一些快速音的交替的时候，它就会有胶片啪啪啪的这个声音然后它的平整度也不是很好，所以在吹奏小声音量的时候，你可以听得到它会有一些声音它是没有盖好的这个就是需要花时间把它换掉，然后再处理我们刚刚讲到它的钉簧片的这个方式才能让你的胶片可以更服帖这个是一个比较精细的问题我再来跟Will 做反应。
好，那这把琴的测试哈，我们就先到这里哈。那期待未来 Will 可以用这个2mm 厚的这个簧板哈去做更多型号的口琴哈。那我相信它是一个很不错的音色表现。OK， 那这里是 D-Min Studio，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